终于回来了。不好了，夫人回来了！我厉之义1年前随夫君外放回京时，途遇山匪拦路，我拼死救下夫君，却不慎跌落悬崖，意外失去记忆，直到3个月前才想起自己乃是当朝首辅赵朗生之妻。之义，不要！恢复记忆后，我从徐州徒步至京城，一路漂泊，甚至沿街乞讨过。虽经历千辛万苦，却仍旧满怀期待与夫君重逢。我以为我的死而复生会让所有人惊喜，却没想到夫君见我的第一句话便是：你怎么回来了？他的眼中没有丝毫失而复得的喜悦，亦不见半点笑意，有的只是烦躁和不耐。似乎我的死而复生于他而言是件极其麻烦的事。我回来，夫君不开心吗？之意，我娶妻了。我幻想过与夫君重逢后的100千种场景，却不曾想过与我相见如宾、恩爱不移的夫君，在我死后不久便续弦另娶了。是否岁月太凉薄，再见人不如昨。赵朗生，我们3载夫妻，你怎么可以在我死后的第2个月就续弦另娶？之意，当时我以为你尸骨无存，早已不在人世，我也很是伤怀。可人不能总活在过去，我得为以后考虑。如今我贵为首辅，是天子近臣百官之首，一言一行当为表率，我总要有个妻子帮我周旋后宅，为我打理赵府，替我绵延子嗣。身不由己，情非得已。纵然你有那么多的理由，那我也回来了，我才是你的原配正妻。赵朗生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我是为了救你才坠下山崖的。是，我自不会赶你走，一定会补偿你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何？荣月她怀孕了。孩子？你竟这么快就和她有了孩子？还有2个月她便要生了。说你回来的消息传到月儿耳中，她不免忐忑不安，多思多虑。之意，这是我第1个孩子，绝不能有任何差错。这段时日，你莫要去她眼前招摇。待她生产完后，我自会同她说你归来之事。月儿性子软，脾气好，定会体谅你的。字字句句全是你对她的维护。赵朗生，你为何就笃定我会加害她？在你眼中，我就是这般恶毒的女人吗？幻梦荒凉。我厉之义1年前为救夫君坠下山崖，死而复生归来后，却发现夫君早已另娶他人，那新夫人还有了身孕，即将临盆。夫人莫要伤心，当初您坠崖过后，相爷伤心欲绝，痛不欲生，常常望着您的画像发呆。就连那新夫人也是因这相貌有1、2分与您相似，才选了她做续弦。可见相爷心中还是有您的。我坠崖后，赵朗生找了我多久？相爷说那山崖太高，底下河流湍急，你定是尸骨无存的，便不必浪费人力物力去搜寻了。找也不曾找过，就也叫心中有我。夫人，你要去哪儿？相爷说了，您不可以随意走动的。只是逛逛而已。我从前最喜欢的紫藤院，如今是他在种。紫藤院已经没了。荣夫人入门的第1天，就说最为厌恶紫藤，相爷为了讨她欢心，就将紫藤院推平重建了。如今那叫芳菲阁。我竟不知赵朗生如今也会疼人了，还真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啊。今日风大，我去为夫人拿件披风来。那是夫君赠我的定情之物，怎会在他头上？什么人在那儿敢惊扰夫人？什么人在那儿鬼鬼祟祟，还不滚出来！厉之义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夫人，听闻前几日府中来了个女人，恐怕就是眼前之人。她莫不是给相爷做妾的？
我如今身怀6甲，即将临盆，的确不便伺候夫君。想来相爷是怕夫人动了胎气，这才瞒着夫人。夫君若要纳妾，同我说声便是了，怎好连个名分都不给人家？我又不是那般善妒不识大体的女人。罢了，叫他来给我敬杯妾室茶吧。我的茶你怕是喝不起。夫人好心让你留在府中，你这贱蹄子竟敢大放厥词！来人！放肆！我乃赵朗生的原配正妻，你们竟敢如此对我！先夫人为救下相爷，早就在徐州坠崖而亡，什么阿猫阿狗也敢冒充他。李之意，就算你没死又如何？如今我才是朗生的妻子，我才是赵府的当家主母，你若想回来，也只配做妾。还不给夫人敬茶？在做什么？就会见一段两不岁月而断成语言，谁甘愿？在做什么？月儿，夫君，我听闻你纳妾，想着让妹妹来敬杯茶给个名分，却不想她这般不悦。厉之意，我有没有同你说过，叫你不要出现在月儿面前？我以为你在外漂泊1年，吃过了苦头，性子总该有所收敛，却想不到你还是这般小肚鸡肠，容不得人。是他想要羞辱于我，逼我喝他的妾室茶，我才……厉之意，夫君，她当真是那位死而复生的先夫人？先夫人没死，那我该如何自处？夫君，你的原配正妻回来了，你是不是也要让我退位？是不是打算等我生下孩子便休弃了我，将这正妻的位置还给他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！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痛！厉之意，我告诉你，月儿也是我8抬大轿明媒正娶回来的，容不得你作践她。来人，快传大夫！他是你8抬大轿娶回来，那我呢？我也是与你拜过天地的妻子。主子，寻到夫人踪迹了，她回了京城赵家，可是赵朗生早就另娶继室了，夫人这回怕是要伤心了，可要将夫人带回。不急，吃过了苦，他才明白谁才是对他好的人。这一场我来寻你，是否天地难容？让我将我与赵朗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，他素来性子冷淡，一心扑在功名上，是个不太会疼人的。夫妻间的相处，在他看来更像是公务。夫君，我觉得你待我不似妻子，倒像同僚。这有何不同？当然不同，妻子是用来疼爱的呀。我费了好些力气，才教会他作为夫君该如何疼爱自己的妻子。渐渐的，他对我不再冷淡，偶尔也会哄我，他会为我种下满院的紫藤，因我喜欢，也会亲手打磨白玉簪，做定情之物，增添夫妻情谊。是以婚后的第3年，才是我们感情最深之时。谁曾想，我将他教成我喜欢的样子，到头来给别人做了嫁衣。大夫说月儿情绪激动，动了胎气，好在并无大碍。之意，我都说了会补偿你，给你一个交代，你为何就不能等一等，非要去招惹他？赵朗生，明明我才是你的原配正妻，他却逼我敬他妾室茶，到头来竟成了我招惹。若非你故意出现在他面前，他又怎么误会？你对他倒是不藏真心，字字句句都是维护。赵朗生，当初我教你情爱，不是叫你疼宠别人的。我且问你，你为我亲手打磨的白玉簪，为何会戴在他的头上？我嫁妆里的浮光节，又为何会穿在他身上？当朝律法有云，若妻亡故，其所带嫁妆应尽数归还本家。可你不仅没有向厉家归还我的嫁妆，还将我的东西给了别人。赵朗生，你口口声声补偿我，可你所谓的补偿究竟是给了哪个？我不是这样的，姐姐。当初你坠崖而亡，夫君对你心怀愧疚，夜不能寐，而我因着容貌与你相似，夫君这才将对你的愧疚偿还在了我身上，如此他才能安心，让自己好过些。姐姐，你不理解夫君也就罢了，怎还误会他？所以到头来，安心的是他，得意的是你，唯有我什么都没了。好，正妻之位，浮光锦衣，还有这白玉簪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便是了。只求姐姐别让我离开夫君。月儿，你就是我赵朗生此生认定的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我
倒要看看谁敢让你离开。夫君，这是好一出夫妻情深的大戏啊！厉之意，月儿有孕在身，还来为你我调和，你不体谅她也就罢了，就还这般咄咄逼人。你那些嫁妆，就算我想还，可你厉家有人接吗？别忘了，你厉家早就死绝了，如今月儿才是我的妻。就算你死而复生又如何？你在外漂泊1年，谁知道还清不清白？我照样可以休了你。时间散成无痕，心生为何都能言淡过，而我是魂落魄，求而不得。你在外漂泊1年，谁知道还清不清白？我照样可以休了你。赵郎生，我为了你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你怎么能如此说我？什么人？夫人，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！傅秋然，你怎会在此？哭得这么可怜，是等着为夫来哄吗？不，我才不是你的夫人，那都是你哄骗我的！不，放开我！赵老生早就娶了妻室，你也另嫁他人，李之意，你该看清谁才是对你好的人。在脆弱却最大的击败。傅修然是当朝摄政王，1年前我坠崖失忆之后被他捡去，他说我是他的未婚妻，来寻他时不幸受伤。我本有所怀疑，可他对我实在了解，我便信以为真。直到3个月前我们成婚那天，我跌了一跤恢复记忆，这才想起自己的夫君另有其人，于是我逃回了京城。芝芝，你究竟要什么时候才会想起我？王爷，陛下知您回京，宣您速速进宫。相爷与荣夫人琴瑟和鸣，眼看小主子就要出生了，却冒出个不知所谓的先夫人，不就是想挟恩图报要好处吗？弄得府内上下不得安宁，真是个搅家精。你抓我何事？签了他，我们和离。你要同我和离？我想通了，如今你和荣月两情相悦，夫妻和睦，我再如何不甘心自己的夫君移情别恋也毫无意义，倒不如放手成全。和离之后，我自会带着嫁妆离开，你也不必再左右为难。哼，你是想让所有人知道我赵朗生忘恩负义，逼走原配？厉之意，你别忘了，你如今户籍已销，不过一介黑户，没了身份证明，离了我你还能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还轮不到你来管。你不就是想以退为进吗？啊，我成全你，你依旧是我赵朗生的原配正妻，但月儿亦是平妻，这下你可满意了？平妻，哼，说难听点不过是妾，你舍得荣月受这份委屈，还是和离吧。月儿善良，自会理解。总之和离之事，你想都别想。厉之意，朗生的妻子不有我一人，你想我做妾？做梦！如今赵朗生一颗心都拴在荣月身上，没有我半分位置。罢了，这一夫两妻的笑话，我不奉陪了。姐姐这是要去哪儿？姐姐执意要走，是不满夫君让我做平妻。可如今夫君爱的人只有我，就算你再不甘心，想逼我降妻为妾，那也是痴人说梦。赵朗生不在，你倒是不装了。荣月，你不必在我这耀武扬威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已经准备同赵朗生和离。这种薄情寡义的男人，你若想要便拿去，我不稀罕。方才若非你拦我，我已经离开了相府。晚了，恐怕你想走也走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夫君，我不行了，夫君。厉之意，为什么没有真的死掉？我好不容易从失去你的伤痛中走出来，好不容易有了妻子，可你为什么要活着回来，毁了我的幸福？厉之意，若早知你如此蛇蝎心肠，宁愿你当初就死在了徐州。以我夫妻3才，你应该清楚我的为人和品性。厉家世代忠良，我又怎会如此歹毒？况且
我都决意要与你和离，为何要害他？验证你不是在外流浪，为了活下去变得心机深沉。赵朗生，你是眼瞎心也盲了？明明是他自己服毒妄图栽赃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他临盆在即，若自行服毒稍有不慎便是一尸两命。你是想说他用自己和孩子的性命来栽赃你，未免荒唐吧？退一步说，就算试图污蔑我，他素来良善，如今却宁愿赌上自己和孩子的命来陷害你，也是因你将他逼迫至此，让他对你实在忌惮。夫君！哎呀，不好了，相爷，夫人有血崩之事啊！李之义，若他有事，定让你假死变真死。皇叔啊，打算何时成亲啊？京中可是有不少少女惦记着您呢。陛下，臣在徐州已经娶亲了，是臣年少时一直喜欢的女子。莫不是丽？可她不是已经……王爷，夫人出事了！来，乖乖不哭啊，我是爹爹。玉儿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，我要给他起名为爵，赵爵。有夫君教导，日后他一定同夫君一样厉害。只是听闻姐姐在雨中跪了一夜，夫君要如何处置？厉之义敢给你下毒，我断不会放过他。但他毕竟是我原配发妻，也救了我的命，所以我打算让他贬妻为妾。玉儿，你放心，从此以后我唯有你一个正妻，他再也欺负不了你。一切都听夫君的。可恶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居然没让这小畜生和那贱人一起死！哼，厉之义，我们来世方长。赵朗生，我此生唯有两悔：一悔当初假你为妻，教你情爱缠绵；二悔那日救你性命，让你有机会这般作践我。你害人性命罪无可恕，但玉儿大怒，不同你计较。我也同他商议过，你将正妻之位让出，从此以后他为妻，你为妾，也算是你给他们母子的补偿。想让本王的王妃做妾，首辅大人真是好大的口气。摄政王带兵擅闯微臣府宅，眼中究竟还有没有王法？傅修然，你怎么来了？摄政王是要干什么？自然是接本王的王妃回家。厉之义是我的妻，从前是你的，如今是我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赵朗生，你能另娶继室，他为何不能另嫁他人？实话告诉你，早在3个月前，我们就已经完婚。不可能，厉之义那么爱我，甚至不要命也要救我，他怎么可能会嫁给你？原来你也知道，他为了救你连命都可以不要。那这段时日，你又是怎么对他的？傅修然，把他放下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准你带她走。你的妻子和孩子在那儿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快放开我！夫君，救我！傅修然，当真以为这天下任你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吗？要上金銮殿告你强夺人妻！傅修然，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来人，传御医。傅修然，我父兄皆战死沙场，马哥过世，厉家满门忠烈，如今也只剩下我一个，我应该没有什么值得你算计吧？先不说这个，你刚淋了雨，先喝点姜汤暖暖身子。你那时为何趁我失忆骗我，说是我的未婚夫？难道接近你就一定是有别的目的？可我与王爷素不相识，实在是不知情之所起。芝芝，当年你女扮男装，偷藏身份入了军营，想要建功立业，你当真以为无人知晓吗？他怎会知晓这件事？他哭了。芝芝，你究竟何时才会想起我？傅修然留下了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后，便处处躲着我。我几次想要找他，却找不到人。难不成我还忘了些什么？王妃，不好了！首辅大人今日当场状告王爷，藐视王法，强夺人妻。
臣要状告当朝摄政王傅修然强闯相府，强夺人妻。臣要他将臣的妻子还回来。什么？摄政王抢了相爷的妻子？这傅修然公然抢夺人妻，简直无法无天呐！看这事儿闹的，皇叔，厉之意毕竟也是人家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要不你就还回去？臣就是不还。傅修然，你……据本王所知，黎之意为了救下首府，坠崖失踪，可不出3月，赵首府便另娶继室，实在绝情。夫人死了不到3月就另娶，首府大人委实绝情了些呀。是啊，是啊。那不如将新娶的继室贬妻为妾。不可！陛下，我那继室为我诞下长子，劳苦功高，他亦是我明媒正娶，怎可贬妻为妾呢？赵首府的意思是要将对你有着救命之恩的原配正妻贬妻为妾。赵首府这般的既要又要，真令天下文人感到羞耻。依本王看，反正赵首府已另娶继室，黎之意也与本王拜了天地，不如将错就错，也好过一人两妻。陛下，厉家女在外求见。臣女厉之意，请旨与赵朗生和离，求陛下恩准。臣女厉之意，请旨与赵朗生和离，求陛下恩准。厉之意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很清楚，赵朗生，我要同你和离。从我死而复生回府之后，你便处处偏袒荣月，明知他诬陷我，却任由我受尽委屈。你不再是从前那个会为我种下埋怨紫藤的赵朗生了。你爱上了荣月，对不对？可我心里依旧有你啊！我把一整颗心给了你，你凭什么只给我半颗？赵朗生，这不公平。你若当真对我有困，就和离吧。求陛下恩准臣女与首府大人和离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准厉家女厉之意同首府赵郎生和离。至此，各归其位，各返本家。钦此。皇叔啊，这种强夺人妻的事儿，你私下同朕说，朕还能不允吗？现在好了，人尽皆知了。他愿意和离，说明他心里有我。这还是威震八方的摄政王吗？厉之意，你老实同我交代，你是不是早就和傅修然苟合在了一起？不然他为何那般急着娶你？那你呢？你在我死后不足3个月就娶了荣月，是不是早就和他珠胎暗结？还是说我的死和你有关？你简直胡言乱语！首府大人与其处处纠缠本王的王妃，不如快回家看看吧。本王可是送了好一份大礼了。大人，府中出大事了！快把老子的媳妇和儿子还回来！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人方才突然闯入府中，嚷着自己的孩子和媳妇儿都在相府，叫我们把人还回去。这里没有你找的人，还不快滚！你们这些当官的啊，抢了别人的老婆孩子，还有理了？今天要是不把那臭婆娘交出来，老子就去告你们！那你倒是说说，你的妻子姓甚名谁啊？这连自己妻子名字都不知道，也敢来我相府撒野？我虽不知道那婆娘叫什么，但我知道她右肩上有一朵桃花印记。我府中可没有哪个下人右肩上有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就是她，她就是老子的臭婆娘。就是她，她就是老子的臭婆娘。你们要做什么？你别过来！好啊，你这个贱人啊！自己跑也就算了，还敢带着老子的儿子认别人做爹，你就是嫌弃老子是吧？你胡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！夫君，救我！柔月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究竟和他是什么关系？他是如何知道你右肩上还有个桃花印记的？夫君，你信我，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，他就是无赖泼皮，他故意纠缠我的。我呸！当初你找老子，叫老子帮你杀个人，说杀了那人，你就给老子做婆娘。现在你翻脸不认人了。啊，原来是你！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严加审问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放开老子！大人，查清楚了，1年前荣夫人委身山匪，要求他们除去厉夫人，使得厉夫人坠崖失踪。随后她跑来京城，行为举止处处模仿厉夫人，这才吸引了您的注意。然后还有一事，接着说。
属下与稳颇核实过，小公子是足月出生，并非早产。如月，还有何可说？夫君，我都是因为太爱你了呀！当初在徐州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奈何你已经娶了厉之意，我不甘心啊！只有除掉他，我才有机会嫁给你。如月，我知道你柔弱无依，知道你心思敏感，我处处体谅你，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，甚至你给自己下毒污蔑之意，我也只是以为是我做的不够好，让你没有安全感。夫君，我知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我那么爱你，你却欺我、瞒我、算计我，到头来还要我替别人养儿子。荣月，你把我赵朗生当成什么东西？夫君，我是爱你的，虽然菊儿不是你的孩子，但是我还可以生啊！你不喜欢菊儿，将她扔了便是，日后我们总会有自己的孩子的。不看！来人，拿纸笔来，今日便休了这奸夫。不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夫君，求你不要休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。从今往后，你和这野种都和我赵朗生再无半分关系。听说了没？首府大人被戴了绿帽子，他那位千娇百宠的继室，早在嫁他之前便有了身孕，故意找首府接盘呢。是啊，听闻那奸夫找上门后，首府怒不可遏，当即便将那继室和野种给扔出去了。活该，这就是他抛弃原配的下场。你做的？从徐州到京城的路有很多条，怎么偏偏你们走的那条路有山匪？于是我顺势查了查，还真叫我发现了猫腻。赵朗生真是愚蠢，但凡他当初仔细探查，便不会有今日之事。不过也多亏了他的愚蠢，才叫我有机会趁虚而入。夫人不奖励奖励？傅轩然，我们和离吧。为何要和离？芝芝，难道我对你不好吗？王爷待我自然很好，可你终究是骗了我，有谎言和算计而来的感情，又能得几时好？我很感谢王爷为我做的一切，可我与王爷情不知所起，何来一往而深？不是这样子的，芝芝，你只是把我忘了，为什么你能想起赵朗生，却依旧想不起我？王爷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你认错人了。我没有认错，不，我不和你和离，死也不和离。从那以后，我几次向傅修然提出和离，他都避而不答。他总说我的记忆还没恢复，可我究竟是忘记了什么呢？之意，等等！赵朗生，我们应该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之意，对不起，这句对不起是真心实意的。明明是你救了我，我却那般的辜负你。如今我已知晓荣月的真实面目，也将他和那孽种赶出了府，我们还有机会吗？之意，我真的知错了。我知道你想和傅秀然和离，我可以帮你，只要你回来，往后我处处以你为先。赵朗生，我从不留恋过去的人与事，正如这白玉簪一样，昔日你为我亲手雕琢，可它出现在荣月头上的那一刻，我便再也不想要了。往后你我见面不时，只当个陌生人吧。爹娘阿兄，芝芝在外漂泊1年，没能如约来看看你们，希望你们不要责怪芝芝。不如你下黄泉，亲自向他们赔罪。李之意，你明明已经死在了徐州的悬崖之下，为什么还要回来毁了我的一切？你落得如此下场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胡说，都是因为你，赵郎才休了我，将我赶出了相府。明明我也是他的妻子。李之意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今日我就要和你同归于尽。老伯，这寺庙之内发生了何事？哎呦，别提了，庙里来了个疯子，身怀炸药，又拉着大家同归于尽呢。哎呦，不好，师爷还在里面。烧吧，全都烧起来吧！之意，别怕，我带你出去。赵朗生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为何总是护着李之意这个贱人？
明明我才是最爱你的人啊！你不是想要孩子吗？给你生啊！我们总会有自己的亲生孩子的。疯子！既然你不爱我，那就陪我一起死！赵老生，你要做什么？知意，对不起，欠你的，今日我一并偿还给你。既然你不爱我，那就陪我一起死！赵老生，你要做什么？知意，对不起，欠你的，今日我一并偿还给你。芝芝，荣月被赵朗生休弃以后，对我怀恨在心，认定是我造成了他的悲剧。得知我去往寺庙后，设下埋伏，想与我同归而尽。许是对我的愧疚太深，赵朗生以命换命救了我，而我也终于想起了被遗忘的最后一段记忆。我厉家世代从军，父亲更是赫赫有名的镇北将军。5年前，我女扮男装，化名李芝，混入军营，想同父兄一起建功立业。在那里，我遇见了傅修然。你使诈！正所谓兵不厌诈嘛。傅修然亦是隐瞒身份从军，我和他从不打不相识，不知不觉竟成了臭味相投的好兄弟。走，兄弟，洗澡去。走，兄弟，洗澡去。不了，我不习惯同人一起，你还是自己去吧。都是男的，你害臊什么？荔枝啊，你有病啊！谁让你动手动脚的？荔枝，你不会是女扮男装吧？否则为何不敢与我一起洗澡？我堂堂7尺男儿，怎么会是女的？你简直莫名其妙！我与傅修然朝夕相处了2年，一起上阵杀敌。他是我除了爹爹和兄长以外，唯一一个可以放心交予后辈之人。我对他也渐渐生出了情愫。只是好景不长，就在我准备向他坦白之时，我们遭遇了刺杀。夫人，你快走！为了救下傅修然，我身负重伤，失去了那2年的记忆，亦将他忘了个干净。等我醒来之时，爹爹却告诉我是因为贪玩，女扮男装去了军营，这才身受重伤。在我养好伤之后，爹爹便将我许给了赵朗生。芝芝，我以为我又一次失去你了。傅然，你想起来了？你是如何得知我是女儿身？有一回我喊你一同去河里洗澡，你不肯，于是我悄悄跟踪你，这才发现了你女儿身的秘密。后来我对你时刻关注，渐渐的便也动了心。我准备同你表白，却突然遇袭。我被救回去以后，李将军告诉我你死了，我不肯相信。回京之后，我几经查探，才终于确认你是黎家的小女儿。可那时你已经被许配给了赵朗生。抱歉，我失忆了。我知道他是怕卷入皇家的阴谋诡计，怕我护不住你，我不怪他。所以在你成亲后，我认了此生与你无缘。可偏偏赵朗生得了你又不珍惜，当初追吻你周牙，我跟着人寻了你3天3夜，可赵朗生他连找都没找，就断定你命丧黄泉。从那时起，我就认定他配不上你，于是我发誓，不论用什么手段，也要将你抢回来。芝芝，我的确是趁你之危哄骗了你，可你说我卑鄙也好，无耻也罢，我都认，但对你，我绝不想再放手。那便不放手吧。芝芝，我们走吧。你又吃醋？我才不吃一个死人的醋呢。赵朗生，过往种种皆烟消云散，你我两不相欠了。愿你下辈子一生顺遂，平安喜乐。我们回家吧。傅修然，你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任务时我对你说的话吗？夫人，等这次任务结束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其实那时我想说，我是女子，我喜欢你。
中间的云开一片明月，照射着人间路三夜，双手紧握。芝芝，我亦喜欢你。所幸兜兜转转了5年，埋藏于心的情谊，终是有了宣之于口的机会。